中国在军工出口方面限制相当宽松，目前已转让的最先进技术之一，当属向白俄罗斯转让的 A200远程火箭炮技术，称为波罗乃兹。关于这个转让项目，让许多人感觉很是奇怪。中国与白俄罗斯的关系似乎不是非常密切，白方却以前所未有的优惠待遇，不仅是完全转让，还可以追加后继的技术，比如M20，更拥有对外出口权，等于可以与我们抢市场。还有一点，这款远火连我军自己都没有列装，为何技术却完整转让给白俄罗斯？其实原因很简单，白俄罗斯方面对我们也一样大方，转让了多项先进技术给中国，其中之一重型军用越野卡车技术，目前相关产品已广泛应用于我军的各个领域，主要用于东风导弹发射车。至于在民用市场也有不小的份额。中国能自研洲际导弹，为何发射车却需进口？没错，看似简单的发射车，确实为高技术。当年全球曾只有一个国家能造，那就是白俄罗斯，仅由明斯克重型车辆厂生产。到目前为止，美欧国家则由需求与理念问题，至今没有形成类似产品的生产能力。全球也只有3个国家可以实际生产，一个是俄罗斯，近年才利用拥有许多配套企业的关系，也组建起自己的重型车辆生产线；另一个是中国，直到上世纪70年代，我们才第一次接触到这一技术。当时从埃及获得一辆 MAZ 543导弹车，后来随着我军试图发展机动发射能力，从80年代开始研发自己的产品，但是性能并不理想，尤其是更重型的车辆技术掌握不了，比如8轴车，故而早期的东风31导弹只能算是拖车发射方式，后来才有了从白俄罗斯引进的相关技术，这才实现机动发射的要求。也许我们自己努力下去，也可以解决问题，但是所需的时间与成本将相当高。重型军用越野卡车虽说为卡车技术的一个衍生品，但是其要求过高，不是简单的放大一点的问题，其要求有相当的载重能力，又要求有相当的机动性，尤其是越野条件，那么造成的后果就是技术上的复杂性。白俄罗斯之所以能掌握这一技术，属于长期大量试验的结果，在研发早期投入相当大的精力，故而解决起来已有相当的经验。我们直接从白俄罗斯引进技术，实际可以大大加强相关项目的研发进度，否则真要花费不少。再加以自身的不断努力，我们已经完全掌握了相关的技术，形成自己的重型军用越野卡车系列。现役东风31AG 导弹以及东风41导弹都可以使用国产车辆进行机动与发射，具备了极强的战场机动性。如今不仅具备满足了我军自用的需求，而且还可以出口给了巴基斯坦等几个国家，成为国际市场上少量可以供应此类产品的国家。作者署名遇火。波兰面对俄罗斯强大的军事压力实在是顶不住了，所以积极拉拢美国对抗俄罗斯。当然要美国保护可不是免费的，从沙特与美国签订天价武器装备销售合同就可以窥探一二。目前波兰急购美国洛马公司的海马斯火箭炮系统，一方面算是交给美国的保护费，另一方面这款武器的性能确实不错，特别是近期曝光了美国计划在波兰境内靠近俄罗斯边境附近部署军事机计划，可能彻底激怒了俄罗斯，开始反击。专家称，面对波兰与美国的强硬，俄罗斯正在酝酿对策。据白俄罗斯军事专家彼得罗夫斯基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已经开始对波兰和美国在其边境附近部署军事基地的计划采取应对措施。专家评论得出的结论是从俄罗斯驻白俄罗斯大使米哈伊尔·巴比奇在白俄罗斯1号频道上的声明称，对俄罗斯盟国的袭击就是对俄罗斯的攻击，俄罗斯会迅速做出相应的反应。目前美国人正在寻求在白俄罗斯西部边境建立一个军事基地，有关这方面的信息在俄罗斯联盟国引起了相当强的反应。
因此，俄罗斯应该适时对外披露答案。俄罗斯外交人员表示，在盟友发生危险时，俄罗斯将提供必要的保护。目前的叙利亚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军迷朋友们应该都知道，如果目前不是俄罗斯对叙利亚政府的强力支持，可能我们今天看到的叙利亚政府早就和伊拉克一样，成为美国的小跟班了。这是俄罗斯给白俄罗斯及其盟友的一个表态，开始反击。专家称，面对波兰与美国的强硬，俄罗斯正在酝酿对策。据彼得罗夫斯基称，联合部队已经在制定适当的安全措施。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多选择保证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完全。目前首要任务是保持稳定，避免北约在盟国面前有战术优势。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两国正在提高他们的军事能力。接下来，两国的军事互动肯定会增加，开始反击。专家称，面对波兰与美国的强硬，俄罗斯正在酝酿对策。目前可能的选项之一是增加波兰与白俄罗斯边境的军事特遣队，增加军事装备数量。此外，白俄罗斯还可以为俄罗斯提供部署军事基地的领土。该专家指出，北约的行动破坏了该地区的力量平衡，所以俄罗斯并不是善茬。未来我们会看到俄罗斯更多的实际行动来证明今天自己看法。笔者相信，波兰未来面临的可能是更大的军事压力。不要以为抱紧美国大腿就没事了。还记得土耳其击落了俄罗斯战斗机吧？在最需要防空系统的时候，土耳其的北约盟友却撤出了爱国者防空系统，让土耳其面临了强大的压力。这或许也是为什么土耳其一定要购买 S-400防空导弹的原因之一吧。或许将来这一幕会在波兰这个国家重演一遍。特朗普很疯狂，这个自称为民族主义者的美国总统已经公开对外宣称，为了美国利益可以不顾全世界的利益。可是特朗普这样做就真的能赢得多数人的支持吗？能真的弥补美国内部不断加剧的矛盾吗？显然是不能的。但俄总理梅德韦杰夫在接受公开采访时，以充满怜悯的心情说，俄罗斯很理解特朗普，因为他现在过得真很难。梅德韦杰夫直言，特朗普过得十分艰难，在国内遭遇了左右夹击，民主党与共和党都努力排挤他。虽然特朗普在国际上很强势，但是在国内其却是身不由己。特朗普有助对尽天下又何方的豪情，可国家治理并不是图一时爽的游戏。赞助商链接。确实，俄罗斯总理的话直接揭露了特朗普疯狂的真因。如今的美国各种利益集团互相撕裂，而特朗普显然被这些利益集团劫持了。虽然其想让美国再度伟大，但确实没有太好的招数。由于经济空心化、霸权衰落、右倾盛行，如今美国社会已经越来越撕裂，各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变得不可调和。特朗普执政团队内部也面临入巨大分裂，诸多内外政策都受多方掣肘。特朗普高度依赖军事霸权，一直在全世界推销美国武器。可是西方国家整体经济的低迷导致美国盟友根本拿不出足够多的金钱满足美国军售。最糟糕的是，美国在中东遭遇了多重困境，失去半个中东已经基本成为现实。如今美军已经错过了体面的在叙利亚退场的最佳时机。由于记者被杀事件与沙特之间的矛盾也在升级，加上土耳其的决裂，美军在中东军事保障体系中枢环节被冲击，运行效率遭遇致命影响。与此同时，伊德利卜俄罗斯军队获得关键支持，杀到了叛军的后方，堵住了叛军的后路。如果叛军再不接受协议，放下武器撤离，那么等待他们的将是灭亡。美国虽然十分害怕彻底失去伊德利卜，但是其除了疯狂的轰炸平民之外，好像没有太多的招数了。赞助商链接。毫无疑问，在叙利亚的不义，俄罗斯取得了完胜。特朗普想要撤离，肯定找不到合适的借口，也抵挡不住内部压力。况且中期选举临近，只能在困境中硬撑了。除了叙利亚困局，美军还面临伊朗制之困。特朗普威胁要让伊朗一滴石油业外部出去，可是欧盟、俄罗斯、印度、
日本等都选择了说不，并且还有一个美国最害怕的问题出现了，那就是欧洲牵头构建了一个新的结算体系。对于特朗普而言，如果封锁伊朗失败，美元结算体系又遭打击，那绝对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当前特朗普面临的局势就是陷入左右夹击。中东死结难解，疯狂突围难凑效。遭遇中东多重困局的特朗普，正在带领31个国家的5万大军在俄罗斯周边举行冷战后北约最大规模的军演，局势越来越复杂，我们只有精心期待了。毫无疑问，在叙利亚的不义俄罗斯取得了完胜，特朗普想要撤离肯定找不到合适的借口，也抵挡不住内部压力。况且中期选举临近，只能在困境中硬撑了。除了叙利亚困局，美军还面临伊朗制之困。特朗普威胁要让伊朗一滴石油也卖不出去，可是欧盟、俄罗斯、印度、日本等都选择了说不，并且还有一个美国最害怕的问题出现了，那就是欧洲牵头构建了一个新的结算体系。对于特朗普而言，如果封锁伊朗失败，美元结算体系又遭打击，那绝对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当前特朗普面临的局势就是陷入左右夹击。中东死结难解，疯狂突围难凑效。遭遇中东多重困局的特朗普，正在带领31个国家的5万大军在俄罗斯周边举行冷战后北约最大规模的军演，局势越来越复杂。